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的小木，今天教大家制作直觉系列花招发夹荷花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发夹分为小花枝、大小花朵、叶子和配件组装这几部分。先学习小花枝，共2个。每个花枝都分为小花苞、花萼和组装这几部分。先学习小花苞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返回钩织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引拔针和长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取出对应线材，小样用线随机。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知识图解。首先，我们来起针，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接着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一圈。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，稍微拉紧。下面开始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一个锁针就完成了。这样的一个辫子表示一针，继续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这是第2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锁针，一直钩完需要的针数。具体针数请参考图纸。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钩第1行，先钩2针锁针，接着在倒数第4针锁针上，1、2、3、4，也就是这一针，挑锁针上方半针，也就是这样一根线，钩一针长针，钩针绕线一圈，穿入对应位置，将线勾出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先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还剩2个线圈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完成。右上方的辫子就是起针目，继续在左侧锁针上挑半针，钩一针长针，绕线，穿入，将线勾出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2次。1、2，长针完成。继续钩2针锁针，在左侧锁针上钩一针引拔针，穿入，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针完成。椭圆形的引拔针不需要拉紧。我们将已钩织针法当做一个花样，继续再钩一个花样。先钩2针锁针，在左侧2针锁针上对应钩2针长针，
2针锁针，下一个锁针上钩一针引拔针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针完成。第二个花样也钩好了，后面按照这样的方法再钩2个花样。最后一个花样的引拔针刚好钩在最后这针锁针上，完成后断线，钩一针锁针固定，拉大线圈，预留20厘米线头剪断，拉紧。我们将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织片的正面，如果分不清，可以用记号扣标记。后面就不重复题型了。这样小花苞就钩好了。下面学习花萼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是锁针1针的钩压拉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环形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左手食指上绕2圈。现在食指上一共有3根线，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线圈重合的位置，取出，然后将线在左手上挂好，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中指与拇指之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穿入线圈，针放在线的左侧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一个线圈，继续钩一针锁针固定，拉紧，环形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1圈，先钩2针锁针，在起针的线圈里钩一针长针，一个锁针1针的钩压拉针，先钩一针锁针，然后穿入下方长针针目的前半针，也就是针目靠近自己的这根线和下方这一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，稍微拉紧，锁针1针的钩压拉针就钩好了，后面简称钩压拉针，继续钩2针锁针，线圈里钩一针引拔针，不拉紧。我们将以钩这针法当做一组，继续再钩一组，2针锁针，1针长针，1针钩压拉针，先钩1针锁针，然后穿入下方长针针目的前半针和下方一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，稍微拉紧，钩压拉针完成，再钩2针锁针，1针引拔针，第2组完成，继续再钩一组。
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先轻轻拉动起针的线头，有一个线圈活动，拉紧活动的线圈，还剩一个线圈，直接拉紧线头，这里不需要拉太紧，线圈就收好了。结尾预留40厘米线头断线。我们继续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短线头在反面收好。大家可以多收几针，剪断多余线头。这样花萼就勾好了。最后组装小花枝，先取出小花苞，这里我用小样颜式，颜色随机，反面朝外，长线头先穿入缝针，从起针处开始卷起来。用预留的线头缝几针，固定造型。完成后，将线打结藏好。接着取出铁丝，剪大约18厘米，从小花苞下方挑几根线穿过，这里如果不好穿，可以借用缝针辅助。对折，拧紧，然后取出花萼，反面朝上，从起针中心穿到正面。这里如果不好穿，可以用钩针扩展一下位置，将花萼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。将花萼与小花苞缝合一下。
尽量不要留下太明显的缝合痕迹。完成后，将线头穿到起针处，在帖子上绕线，这里可以稍微涂抹一点胶水固定。注意不要涂抹太多。绕线注意均匀美观。完成后，剪断多余部分，用胶水固定。这样一个小花枝就组装好了，另一个小花枝按照同样的方法制作即可。下面学习大小花朵，分别有2个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，钩织过程中需要换线。用到的新针法是短针、短针加针、长针加针和长长针加针。下面我以大花朵为例演示一下钩法。先环形起针，完成后钩第1圈，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不算1针，然后在起针的线圈里钩1针短针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，一次钩出，短针完成。右上方的辫子就是起针目，这是这一圈的第1针，在起针目上扣一个记号钩标记，方便后面找到引拔位置。继续钩1针短针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，一次穿过，短针完成。继续在线圈里钩4针短针。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注意拉紧。最后在7号扣位置引拔。一圈结尾连接的引拔针需要拉紧，以免后面多钩。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我们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织片的正面，接着钩第2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然后在上一圈引拔入针位置
也就是这里。钩尾针、短针、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针短针。钩织时，将后方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边钩边收进去。1、2，短针加针完成。在第1针上做标记。下一个针目再钩一针短针加针。后面还需要钩4针短针加针，全部按照同一针目里钩2针短针的方法来钩。完成后，在系腰扣位置引拔结束。拉紧。第2圈完成，没有收完的线头剪断。下面钩第3圈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在引拔入针位置钩一针短针，做标记。往下挑针目一一对应钩短针。完成后引拔。第3圈就钩好了。将正面翻到外侧，继续钩第4圈。钩之前看一下，针目是这样的2根线，靠近自己的这根是前半针，另一根是后半针，这一圈要挑后半针钩织。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在引拔入针位置这个针目后半针上钩一针短针，做标记。下方剩余的前半针上也标记一下。往下挑后半针，一一对应钩短针。完成后引拔结束。预留5厘米线头单线。第4圈完成，接着钩第5圈，找到
第3圈剩余的前半针，也就是记号扣位置，挑这根线接线，将线勾出，后方预留点线头，然后勾2针锁针，下一个半针上勾1针长针，线头一起收一下，一针狗牙拉针，下一个前半针上勾1针长针，2针锁针，下一针引拔，稍微拉紧，下一个前半针上再引拔一次。我们将已钩这针法当做一组，我再演示一组，先钩2针锁针，下一位置钩1针长针，一针狗牙拉针，下一个前半针上钩1针长针，2针锁针，下一针引拔，下一个位置再引拔一次。第2组完成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对照图纸钩完剩余的部分。最后1针引拔针钩在接线位置。第5圈完成。接着钩第6圈，在第4圈记号扣位置挑前半针钩1针引拔针过渡，剩余的后半针上做标记，然后钩2针锁针，下方同一位置钩1针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针长针。长针加针完成，再钩1针狗牙拉针，下一个前半针上钩1针长针，2针锁针，一针引拔针，下一个前半针上再钩1针引拔针，我们将过渡引拔针后方钩的针法当做一组，继续再钩一组，2针锁针，同一位置再钩1针长针加针，一个狗牙拉针，下一个前半针上钩1针长针，2针锁针和1针引拔针，下一个前半针上引拔，
第二组完成，继续勾完剩余组数。最后一组，最后一针引拔针，勾在开始过渡引拔针的入针位置。第6圈完成，最后勾第7圈，先在后方系腰扣位置勾一针引拔针过渡，系腰扣暂不取下，然后在下一个位置勾一针引拔针，线头收一下。3针锁针，同一位置再勾一针长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勾2针长长针。先勾第1针，绕线2圈，穿入，将线勾出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3次。长长针完成，继续勾第2针，绕线2圈，穿入，将线勾出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3次。长长针完成，再勾一针格拉拉针，下一位置勾一针长长针加针，3针锁针，同一位置引拔。我们将第1针过渡引拔针之后的针法当做一组，继续再勾一组，下一个后半针上引拔，3针锁针，1针长长针加针，1针格拉拉针，下一针上勾一针长长针加针，3针锁针，1针引拔针。第2组完成，后面就按照这样的方法挑这样剩余的小横线，勾完剩余的组数。最后一组的结尾的长长针加针，勾在系腰扣位置，也就是开始过渡引拔针的入针位置。再勾3针锁针，1针引拔针，结尾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。在反面藏好线头，这样一个大花朵就完成了。
小花朵的钩法与大花朵的前6圈相同，最后预留30厘米的线头用于缝合即可。大家对照图解将其完成，这样大小花朵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学习叶子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是中长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起对应的针数，完成后钩第1圈，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在倒数第2针锁针上挑上方半针，钩一针短针，做标记。继续钩一针中长针，绕线1圈，穿入锁针上方半针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中长针完成。下一个锁针上再钩一针中长针，绕线穿入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中长针完成。继续对应钩6针长针，1针中长针，最后一个锁针上钩3针短针，下面到了起针另一侧，穿入之前中长针的入针位置，钩一针中长针，注意不要钩到开始的锁针洞眼里，线头一起收一下。后面继续穿入这样的入针位置，钩织与右侧对称的针法。最后一个短针的入针位置，钩一针短针，然后在结合扣位置引拔结束，预留30厘米线头断线。没有收完的线头剪断。我们同样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这样一片叶子就钩好了。其余叶子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即可。最后进行配件组装，分为成品花朵、大珍珠、发夹及吊坠、蝴蝶、腮红这几部分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制作方法。先组装大珍珠，剪18厘米左右的铁丝，穿入一颗大珍珠，对折，拧紧，一个大珍珠就完成了，其余3个按照同样的方法组装即可。接着组装成品花朵，先剪18厘米左右的铁丝，穿入小珍珠，对折，
拧紧，然后取出成品花朵，铁丝从正面中心穿入，这里顶端可以借用钳子将其拧紧。然后取出钩织叶子的线，在铁丝上缠绕，可以稍微涂抹一点胶水。底部可以多缠一点，使花朵与小珍珠服帖。最后断线固定结尾。另一根成品花朵按照同样的方法制作即可。接着进行发夹组装，这里荷花款的组装与向日葵款相同，只是花朵不同。具体组装方法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，学会方法后进行组装。下面将已完成的部分与发夹组装起来。先取出大小花朵，小花朵略多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将大小花朵相邻位置，花瓣底部缝合起来，缝1厘米左右即可。正面尽量不要留出太明显的缝合痕迹。完成后打结藏线。接着取出4片叶子，正面朝上，尖端朝外，缝合在花朵下方。这里具体的分布可以参考成品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，根据发夹的弧度调整。悬案这里按照成品，一片叶子放在交界处，朝向小花朵。一长一短，挑花朵反面的线缝合固定。这里如果不想缝合，也可以用胶水粘贴，注意粘贴牢固，正面不要有胶水痕迹。
缝合时注意正面一定不要露出线迹。缝合好后，藏好线头。继续缝合另一个，方法相同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完成后，剩余2个叶子分布在大花朵这一侧，同样一长一短。较长的这个要与发夹的弧度对应。确定好位置后，同样缝合固定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叶子缝合完成后，接着取出小花枝、成品花朵和大珍珠，其中一个珍珠放在一边，其余的配件整理好。成品花朵稍微矮一点，放在右侧，珍珠放在左侧。在花茎1/3的位置，用叶子同色线缠绕。到剩余1/3位置，加入另一个珍珠，注意放在右侧。具体缠绕长度可以放在发夹上比对一下。底端要能被叶子盖住，上端与发夹边缘稍微留有一点距离。多一部分剪掉。固定线头。另取同色线，将花枝与花朵中间固定一下。注意摆好造型，小花苞朝向小花朵，珍珠可以弯折一下，按照喜好调整好位置。确认对比合适后，缝合固定。预留一点线头。
固定牢固后，将线头打结。藏好。另一根线头同样在里面藏好即可。最后重新取线穿入缝针，将组装好的花朵放在发夹的右侧，找几个合适方便缝合固定的点进行缝合。这里发夹闭合不方便缝合，大家可以将发夹掰开，夹在物品上。确定好位置，在第二个齿缝中绕线，开始预留点线头。注意绕线一定要顺滑美观。最后几针可以将这个叶子边缘一起固定一下。固定牢固后打结。线头顺着纹理收好，方法与这里类似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接着在下方叶子这两个空档位置也固定一下。这里如果觉得花枝较长，露出来不够美观，可以修剪一些。挑叶子下方缝合，缝合时将这片叶子与花瓣也一起固定一下。拉紧。
固定好后打击藏线。最后整理一下，珍珠下面的铁丝可以继续拧紧一些，使其纹理更加精致。小花朵下方稍微有点悬空，将成品花朵与小花朵后方可以用胶水粘一下，大家也可以用钩织叶子的线缝合固定一下，使整体更加牢固即可。这样一侧的花朵与发夹就组装好了。最后组装吊坠、蝴蝶和腮红。吊坠共4个，2个珍珠吊坠扣在大花朵的花瓣边缘，花瓣吊坠扣在这个叶子边缘，发夹竖起来，吊坠能自然晃动即可。具体位置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安装方法。先剪取1节链条，成品是3个环扣。具体链条长度大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。一端掰开，扣在水滴吊坠上。恢复原状。另一端穿入一个圆环，圆环扣在织物边缘，这里一般扣在织物的反面，边缘挑2根线，可以先挑松一点。想让这里织物随机，闭合圆环，这样一个吊坠就安装好了。下面我演示一下花瓣吊坠的安装方法。同样取3个环扣，一端安装圆环，
同时安装花瓣，闭合圆环。另一端安装圆环，然后扣在织物的边缘。小样这里位置随机，闭合圆环。这样花瓣吊坠就安装好了。大家按照自己的喜好，将对应的吊坠安装到对应位置。这样发夹一侧的组装就将就完了，另一侧按照同样的方法对称组装。大家注意两侧不要组装成相同方向了。接着在花朵的花瓣尖端涂抹腮红，注意少量多次均匀涂抹，只涂抹尖端。完成后，在一侧大花朵上粘贴蝴蝶。这里在没有钻石的反面涂抹一点胶水，然后粘贴即可。粘贴固定牢固后，将翅膀折叠一下，使其更加立体。具体位置大家根据喜好确定即可。到这里，整个发夹就全部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购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